那么如果沙利文当上了美国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台湾问题政策呢？我估计不用为这个事儿担心。沙利文今年只有46岁，按照美国日益严重的老人政治趋势，他还要等好多年才有资格染指总统职位。那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台湾已经回归很久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了，我们说一说美国的隐形总统沙利文。他曾经多次威胁中国，未来可能当总统了。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式的政治学霸，他从小成绩优秀，从名校呢直接进入到政界，几乎得到了民主党所有中心人物的赏识和重用，包括希拉里、奥巴马乃至拜登。所以拜登再次启用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明显是把他当作最信任的左膀右臂。那这个沙利文能一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成为后面的某一届美国总统吗？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这种事儿还真是有可能的。自从艾森豪威尔之后，美国的很多总统都是律师或者是职业政客出身，他们当中呢，有些人自己就是资本家，比如说布什父子，有一些是资本集团的代理人，比如说克林顿夫妇，当然也有例外。80年代的总统里根就是演员出身。这些人呢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关心美国统治集团想要什么，不关心世界人民想要什么，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普通百姓。而且这些人呢更不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这样的至简大道。我们今天讨论沙利文，不妨把焦点集中在他的对华政策上。沙利文第一次和对华政策直接发生关系是在奥巴马任期内，他跟随着希拉里进入到国务院，成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在这个期间呢，沙利文提出回到亚洲，被奥巴马采纳，最后形成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因为表现出色嘛，沙利文被奥巴马指派给当时的副总统拜登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为沙利文今天的职位埋下了伏笔。希拉里在竞争中输给特朗普之后，沙利文呢也跟着离开了国务院。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反思出一个对华政策观点。2019年的9月份，沙利文在外交事务上和别人联名刊发了《没有灾难的竞争》这么一篇文章。沙利文呢不赞同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中美不该滑向冷战。尽管中国崛起为比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它已经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战时期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话说的是很好听，但沙利文的实际对华态度却是经过了一番波折。拜登上台以后沙利文平步青云，当上了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位极人臣呢。刚刚就任，沙利文就对中国露出了獠牙。2021年1月30号，沙利文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上说，因为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香港政策以及武力统一台湾的宣示，美国政府要做好行动准备，让中国付出代价。他还强调要和欧洲达成一致，中国是我们需要联手应对的首要问题。在2021年，拜登政府不但没有撤销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反而继续加码，对中国更加的苛刻，更加的丧心病狂。当然了，这样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成果。相反，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债台高筑，美国不得不更加的依靠中国来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甚至提供新冠的测试盒。当时有美国人在推特上公开的指责拜登呢，为什么连这种东西都要从美国进口啊？然而有人在后面跟贴劝解他，说中国人连空间站都能造出来，造测试盒卖给美国有啥稀奇的？因此呢，沙利文的对华强硬政策还没有开场就要偃旗息鼓了。2021年的10月，沙利文与中国外交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会晤。1个月以后，沙利文被迫公开表示，美国不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美国寻求与中国共存，而不是遏制或新冷战。不过沙利文表示，这种共存的条件应该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或价值观。很显然呢，这个耶鲁学霸在中国这个首要问题面前是被结结实实的上过了一课。当然，沙利文并不死心。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的2月6号，
沙利文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说，如果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中国将承担部分代价。那么他想要中国承担什么代价呢？6月13号，外电报道，沙利文说，中国采购俄罗斯的石油补充战略储备，并没有违反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没发现有什么不妥。看来啊，沙利文是个聪明人，既然知道自己拿中国没办法，那就自己找个台阶下去。沙利文对台湾问题啊，也发表了不少自相矛盾的言论，比如说不支持台湾独立，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等等。那么如果沙利文当上了美国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台湾问题政策呢？我估计啊，不用为这个事儿担心。沙利文今年只有46岁，按照美国日益严重的老人政治趋势，他还要等好多年才有资格染指总统职位。那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台湾已经回归很久了。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